称重的时候，这个蓝方选手雷纳多超重，完本档，扣掉一分。对，完本档。按照规则的话，赛前5超重的话会被扣掉1分。是，所以比赛还没打就已经很被动了啊。我们在武林风官方抖音也有直播，所以刚刚2位出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叫这个漫画 baby 的网友说怎么请了一个这个跳舞的来打比赛了？来自巴西的雷纳托呀，我们知道这个巴西的桑巴舞哈，人人都会跳。对，巴西战舞。对，然后还有这个巴西柔术哈，是，我们看这个标签哈，大家可能能看到张伟丽的陪练，其实是这样的哈，雷纳托呢，他不是说从巴西来的哈，现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一直在国内，他在这个黑虎搏击俱乐部和张伟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现在呢也有在带学生，也是一位教练。是。好，我们红方选手刘策啊，来自瑞格斗俱乐部。刘策从去年开始打武林风的比赛，成绩非常的好，他战胜了周薇，然后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 KO 了张财宝，取得了2连胜。有高潮！这个雷纳托还是要把拳拿起来啊，不能太放松了啊，可能有点太小看这个刘策了。选手撑开，刘策打的稍微有一些谨慎，对方确实力量很足啊，你看从这个身材上来看，就是比自己大1圈。对方换架了，因为你看你从他的俱乐部就能够看得出雷纳托的特点。他除了这个自由搏击之外，还有这个 MMA，MMA 他也有涉猎。所以说我们知道练综合格斗的运动员一般力量上会要这个大一些。是这样的。低扫，摆拳没有打中，注意抓迎击，对方现在没有防守。对。接腿要干嘛？要做个反击。接腿之后，我们是允许1次发力。是。对方现在打的也很放松啊，这个2个人节奏比较慢。是。啊，4号没有防守了。你看对方的这个感觉是很好的，对，躲闪的感觉很好。这刘策不要着急，还是要吊着对方去打。对方确实力量是很。其实重的啊，力量很大。其实，然后在这个级别，2个人打93，在这个级别2位还属于灵活的。是啊，尤其是我们看这个雷纳托哈，刚刚那个躲闪，就像灵活的胖子。比较灵活，对。最后一点时间，中扫。高潮，脚尖扫到了对方，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好，第2回合的比赛，看看2个人谁先变化。这是通过第1回合的这个示范了以后，对，这是一场93公斤级的超级战啊。红方选手刘策，蓝方对方确实是力量很足啊，雷纳托拳法很重。其实我觉得，雷纳托还是有漏洞可抓的。对，刘策可以去想想办法。是。刘策现在我觉得过于谨慎了啊。高扫，又刮伤了。转身，不要转身。这刘策的拳法都不错的，好，有反应了，这一腿，对方换架了，对方也很重，这个扫腿，高扫，击腹，确实，你看他这个大腿的这个维度啊，这个维度要比刘策的要粗啊，感觉。可能他的腿法并不擅长。好，继续砍对方的小腿，好像有一点反应了。
对，他又换架了。是换架了，能够看得出来。不要搂抱，不要搂抱，第一次的提示。刘策抓住机会，前刺拳有命中，后刺拳被对方躲闪掉了。哦，又是这个击砍腿，其实有了。接的一个蹬腿哈。是啊。底膝，还可以做低扫。是。高扫，哦呦，晃悠了，晃悠了，晃悠了，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 KO 对方。对方换架了。换架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多打拳，因为对方的这个换架了以后，可能拳的力量就并不是特别好了。是的。又是一个，对方后腿的这个小腿部位已经红了。对，虽然它黑，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个红。可见这个效果是有了啊。看看刘策能不能抓住机会。但是也不能大意，对方的拳很重啊，对对方抡到一拳的话，也很致命。对，勾中扫很重，叭一下，啪的一声。对，尤其是这么大级别，他的这个扫腿是很重的，直接的顶膝，后刺拳有命中。继续踢啊！是，对方现在是没有防守了，后刺拳没有命中。还有10秒，看看能不能撑过去。哦呦，对方抗击打能力确实很突出。好，这样回合。先摆拳，脸都打变形了。哈哈哈哈。好，两位进入到了第3回合的关键一回合，而且刘策这一局可以再放开一些。对，我感觉对方好像已经没有了上来的那种锐气了啊，整个的动作都慢了，体能也下降了。当然后腿的小腿的外侧对方被刘策主动进攻这样的一个方法，现在也是很难受啊。哦，后刺拳有命中，晃悠了。抓住机会，前摆拳又有命中，后摆拳有命中，对方现在站不住了。高扫，哦，后刺拳，5秒了，还在坚持站着。哦呦，这样的话可能没办法进行比赛了。结束比赛，结束比赛。好，祝贺刘策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能够看得出对方很想去坚持，但是已经支撑不了了啊，也比较谨慎。是啊，面对这样一个大块头，因为大家看着觉得这个雷纳托的反应有一些慢哈，但实际上通过前2个回合的较量，我们能够觉得他的拳的分量还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刘威这个今天谨慎是对的。谨慎是对的。好，祝贺刘策。比赛呢是进行到第3局5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刘策，也感谢雷纳托。8国勇士齐聚天山脚下，喀什古城再现沙场点兵。2023年10月2日，武林风首次走进新疆喀什。世界冠军赵重阳、小哪吒精英携手泰国、伊朗、日本、美国、韩国、马达加斯加、西班牙一众高手吹响战斗集结号，新疆首届武林宝贝海选同步起航，文化润江，舞动喀什。武林风环球拳防争霸赛新疆喀什站10月2日，喀什东城体育馆震撼来袭。咨询热线：150-0309-6090。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的一员猛将。如果说1.97米的臂展是他的天赋，那么5胜3 KO 的战绩就是他汗水后的结晶了。在中国大级别当中，他早已经拥有了一席之地。他是刘策。我是唐山文旅刘策。是谁说大级别只有中医没有速度？我就是下一个600型战士，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一直都是我追逐的真意。立马横刀处，疾风骤雨时。欢迎刘策。场上裁判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90公斤级的超级战了。我们还是要先请孙老师介绍一下2位运动员。好的，好的。刚才我们看了2场是轻量级的比赛，现在是90公斤级的比赛，一上来就是贴身的肉搏呀。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内马亚科内奇科，20岁，差3天他就要在这里度过21岁的生日，身高1.94米。他记录的是52胜5负17次 KO。他主要是打锦标赛，职业比赛呢经历比较少，但是参加比赛的经历非常早，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他是从69公斤级一步一步打上来的。那么中方选手刘策他的偶像呢是妖刀魏睿，他是习惯于散打的选手，曾经荣获辽宁省散打锦标赛的冠军，身高1.95米，臂展1.97米，这是2个大个子重量级的这个选手的比赛。他的成绩到目前为止5胜1负3次 KO 选手，KO 对方。在这一次的比赛称重仪式上，我们红方刘策也扬言要在第1回合KO 掉这个内马亚科内奇科，所以说一上来这个攻势比较猛。这是失去重心了。但是我们目前来看第1回合 KO 掉对手应该是有点困难。对，对手也算是一块硬骨头。但是毕竟90公斤级的这个拳的力量感和权重在这儿放着就能够感觉到2个大个子也是拳到肉刚才孙老师也跟大家介绍了，就2个人臂展，刘策是197公分漂亮，袭击之后马上给一个低扫，好分开，要推开之后马上高扫。今天场边一龙也比较激动。我虽然听不到他在跟刘策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刘策的这场比赛会让一龙如此的激动呢？这个以前我觉得身材高的选手是不是格外要注意这个防守？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这个
力量重啊，这一拳如果击中的话，很有可能这个KO 掉选手，或者说造成重击。就权重在这儿放着，如果这一拳真的比如打到下巴上了，影响到三叉神经，或者一拳打到耳蜗管上，就都有可能这种读秒的情况啊都会出现击倒。对，所以你看两个人呢在防守端做的也是格外的小心啊，尤其是我们说，塞尔维亚的这位内马亚。就是两个手的报价非常的高啊，就是很多欧洲系的运动员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在防守端做的非常好。对，就是之前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上，就早些年的时候，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其实吃了不少亏，就是老想拿重击把对手永远打不透他的时候，而他在就是把你打皮了之后，给你一波进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又难以抵挡，所以吃了很多的亏。但是这2年。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可能更多的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很多是从散打系转到自由搏击的，比方说隔行如隔山啊。但是现在更多的运动员，比如像刘策这样的，就是差不多95后的运动员吧，他们都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自由搏击的洗练，就刚开始就要去做好防守，就是换了一个维度，不像在散打一样你要去抢分。就没有这个过程了，更重要的是去打自己的进攻节奏，打自己的有效重击。所以这2年我们也看到这些95后甚至00后的孩子也是越打越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是在61到67。就是再高一点吧，就70左右。对，这是我们这个黄金级别。但是像80就是90这样公斤级的运动员确实是比较少，人才比较少。对，所以能看到刘策这样的就很激动。对，刚才在这个进场的时候，刘策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一个小的这个 VR 嘛，他说这个谁说个子大的选手就是移动速度慢啊，就不能够打快速啊？尽管他本身是一个重击型的选手，他的膝法各方面就还是比较凌厉的，也善于在比赛里面求变。但是我觉得今天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对，我们又看到一龙，的确今天很激动啊。其实他的对手。内马亚也，这个没有问题。在后撤步的时候应该失重心了。就是他的扫踢啊，尤其是后腿的高扫出的还是非常的快，而且后手的拳速也很高，就出拳回收的这一下也会非常的快。对，你看虽然那个刘策在武林风的比赛不多啊，刚刚孙老师也介绍了是5胜3次 KO 对手，可见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亮眼的。对，是。我看他在21年啊武林风的这个郑州站的比赛里边，还先后2次啊，还战胜过巴西选手。对，成绩还是不错。对，还是以 KO 结束的。这是扫到支撑腿了，给了一个读秒，的确减2分。对，内马亚在体能上确实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就包括刚才的那一拳打空之后，就是在起身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刘策开始这个。会继续发力了，又是踢到支撑腿了，又给了一个读秒。内马亚摇头的这个意思是无奈呢，还是没办法继续进行比赛了？那看来又起身了，看来还要坚持一下。是的。刘策乘胜追击啊，你别停了！哎呦，反身的后蹬。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比赛结束，确实移动受限了。是。比赛结束。其实全场沸腾了。第1回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啊？刘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搏击大级别未来的希望。谢谢他，我们掌声在哪里？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2局2分16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刘策。八国勇士齐聚天山脚下，喀什古城再现沙场点兵。2023年10月2日，武林风首次走进新疆喀什，世界冠军赵重阳。小哪吒精英携手泰国、伊朗、日本、
美国、韩国、马达加斯加、西班牙一众高手吹响战斗集结号，新疆首届武林宝贝海选同步起航，文化润江，舞动喀什。武林风环球拳防争霸赛新疆喀什站10月2日，喀什东城体育馆震撼来袭。咨询热线150-0309-6090。时隔半年，终于等到了这场复仇之战。Okay. Okay. And stop. Stop. Blood. Back corner. Come on. Come on. Move that. Start the 1 point down. Go X that way. 1 point down. 1 point down. 1 point down. Jump, jump, good time. 3, 5. 好，这场比赛蓝方选手雷纳托超重，被扣掉1分，超了1.5公斤。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努力降了。你看现在他的维度要比场上的刘策要大1圈还多。是。两个人大翻战。一翻战刘策赢了。对。哎。而且是以这种 TKO 的方式对，对，刘策也是散打的高手，是散打高手来自由搏击的擂台上都是需要一段试用期。后之前有命中，我觉得今天这个雷纳托还是有点危险啊。刘策还会以上一次比赛的这种方式结束比赛吗？对。刘策也是唐山文旅奥羽光会俱乐部大一茶战队的一员。其实刚刚我们也看到哈，今天边茂富边教练，妖刀魏瑞，还有他们的王坤教练，他们的团队很强大，都在场边。对，而且刘策加了东方的神秘力量加持火罐啊。是的。对。这个这可能雷纳托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东方的神秘力量啊。雷纳托是个就是重拳型的选手，动作不快。对。但是大级别有的时候，我觉得力量和爆发力是，更优于技巧所存在的这个事儿。是一锤定音的可能性很大。对。但是你看到他的这个防守并不是特别的严谨啊。对。手拿的并不是特别高，基本上就是放你来做。他本人也不仅仅是一个自由搏击的选手，他也打 MMA。哦。啊。那现在应该是在沙石吧，在训练。这教练也可以打。站立也可以打缠斗，但是这个身体体脂实在是有点高。对，俩人个头，我们从视觉上来讲差的不多。对，差不多。那体重也是拼了命了，才超了1.5。啊，哎，刘策怎么抓住机会啊？哎，刘策让我想到了这之前在武林风擂台上那个郝光华。对啊，这个怒火将军是，两个人都是这种散打的风格啊。对，而且他俩都属于这种少有的大级别当中相对较灵活的那种。没错，而且我们的确缺，我们的确缺这种大个儿的大重量的选手。是。今天是可能是第一回合哈，两个人感觉火力没开一样。刘策不着急哈，你看都是在这个。小腿上啊，低扫腿啊，然后再去干扰对方，然后再给对方的这个重击。刚才镜头是给到雷纳托的边角。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我觉得，对这比赛其实对刘策来讲压力是不大的，他起码已经赢下1回合了，因为压了1点了嘛。对。啊。
他只要再拿下2回合，这比赛就稳了。就对于刘策来说，就是我可以赢的，只是说我以什么样方式去赢，这个是个问题。对，这就是明星和天王巨星的区别。好，第2回合，我觉得刘策还是要把节奏带起来啊。对，一旦带起来，对方心肺就跟不上。对，这个雷纳托如果拼重击啊，不比刘策差，有重拳的。哎，前摆拳又命中，抢了个前手。看刘策这个时候把小腿踢啊，这个对方有反应啊，俩人节奏都快起来了。对。能感觉到这个雷纳托的这个拳法这个路线哈，这个雷纳托腿有点脱腿，他脚上跟不上。是啊，并不规范他的动作啊。对，抡的有点抡，是抡的比较多。别小看，这抡着了也可怕。哎，对他这个有绝对的这个身体的优势啊，力量，就别让他抡中了。刘策再放开一些，我觉得。刘策是个防反型的选手，是防守我一点也不担心。好，双手固定，不允许袭击对手。点膝拍膝。对啊，以此提示。继续踢小腿，前摆拳，劈拳，哎，躲闪漂亮，这个。哎呦，好，击腹不错。这个是啊，那刘策打得有点拘谨了。雷纳托，你只要他脚步不动，他拳还是够快的。对，一旦是你在移动中跟他打，他脚是追不上。是啊，刘策不能站着不动了。好的，抓住一丝机会。哎，不要打近身，不要打近身，俩人维度还是有区别的。其实这时候可以出拳了，刘策有点等了，等的有点多，可以出拳。对方其实是这个头部是没有防守的，对。好，他后出拳有命中，密度没上来。是。可以打一打后摆拳，我觉得刘策是可以打。左扫。好，这个后摆拳有了。刘策今天是一点都不着急。左，这场比赛对于刘策来讲，赢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对，所以你看他不着急啊，何志伟教练。我倒觉得他并没有太多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可能也动力也少了一些，动力也少了，他不着急了，你看。这个时候打后摆拳其实还有。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明星跟天王巨星的区别。你如何完成比赛？是如何完成一场让观众漂亮的比赛？对，让观众满意的比赛，这是很重要的。第2回合最后一点点时间。哦，依然还是被有点懵的感觉啊，懵。就是那个拳换腹。高扫，有这个拳套挡了一下啊，这个重量分散掉了。好，第3回合的比赛，我们看这一回合，刘策会不会发点力？就是方面第1回合发现了那个问题，这哥们不防头啊。是啊，雷纳多如果不防头的话，刘策完全可以多出点高扫。对呀，就是尤其是这种散打风格的突然的前后直拳，前后直拳，对方反应不过来，脚下带起来，对，脚下带起来。抻着他在这个擂台上，是好了，把他这个劲儿抻展。是。对，就在这个相对静止的这个位置上，刘策不是那么占优的。对，一旦抻起来，对方脚步一拖沓，他就有优势了。是的，就有机会更多一些。就你如果太在乎对方的这个节奏的话，可能你就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东西了。所以现在刘策是特别在意对方的东西了，而且就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成伤啊，是尽量在无伤的情况下想拿下对手。是。那你看雷纳托是一个很标准的拳击架，他把2个手放在下巴上，
是，这个上面确实可以高扫。对，出腿就完全克这个架子的，完全是可以就是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加一个高扫。是。头要抬高啊，裁判有点头前冲，他就是拳击架嘛，他往前顶着走。是，但这个是在我们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啊。触了一下，鼻子流血了。其实你看何志伟教练都着急了啊。对。好，先出。还是要出高扫，这个教练也说了啊。这关键就是个距离了，就现在的距离全在刘策这边，刘策要选什么？是啊，对面是脚是跟不上的。哎，前次旋干扰，哎，可以加高扫。啊，他选择是踢的是中扫，打对方躯干。这个第3回合这个选择。对方的这个肌肉的维度，你要取得不了更多的效果。而且第3回合了，这个你累积伤害来不了。好的选择。对。这第3回合这得一招达到效果。对。维纳多也感觉到威胁了，把手往起调了一点，往起架了一点。好的，你看前后之拳有打中一个。所以，如果你要启动更快的话，他的反应过来的，好的高扫有了，就是这个，再来一个挂高扫。对方是出拳以后掉手，是啊，出拳完了掉手，啊又掉了。反击的前摆拳不错，后之拳有命中，可以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推开后扫，挂高扫，后扫是，哎呀，前摆，后摆，其实现在打什么都有，我觉得。哎，对方整个没有节奏了，对，打什么都有了。这个时候，不要爆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最后的时间，好，时间暂停，要处理一下。想要拿到一场漂亮的 KO 是很难出血的地方。我们期待的是再次出现 TKO 或者 KO。好。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唐山文理集团党委书记韩铁梅女士。大家满意吗？对于我们的唐山小伙，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大一茶战队。刚才呢，刘策在擂台之上与来自遥远的巴西的老对手为大家奉献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30比26，2号裁判30比26，3号裁判30比26，非常的统一。比赛结果，红方胜。